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为大家带来了一株拖鞋兰的一个影片分享。这株兰花你们可能比较少见哦，因为它拖鞋兰呢，这株算是比较新的，也是在2年多前购入。那这个影片片段呢，是它上一个开花周期。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整体上来说算是偏小，因为它还是稍微年轻一点，而且它的这个叶片就是几扇呢没有很多哦，其实它就是刚买来不久，然后第一次开花。那等一下影片后半段会有它最新开花的一个影片，你也会看到它植株有明显比现在这个时期还要再大一些。那它的父本母本呢都是原生种，所以它这个是一个近原生种的拖鞋兰。那它的父本呢就是刚刚看到名字的后面的那个兰花品种是属于比较偏小型一点的，所以它整个株型呢不会像它母本那么样的大，所以很适合在窗边去种植。那一般来说呢，拖鞋兰的养护它的根系是比较需要湿润，但是呢又很怕就是如果你施肥过多的话，它盐分堆积多的话，它的叶子就很有可能在尖端的部分会产生焦黑的状况。那个就是属于一种肥害。所以种拖鞋兰呢，其实你最好就是每一个月都一定要有一次用清水浸泡，然后去冲洗掉多余的盐分。然后比较传统的建议就是说，拖鞋兰每一年都要进行换盆。那我个人的操作，我老实说我没有对它每一年进行换盆。这2-3年的养护之下呢，我也对它只进行过一次的出盆。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薄肥轻施，然后我每一个月的月底我会用清水浸泡，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介质还有盐分上面的堆积呢，是可以撑到2年多这样子。那这边呢就是它的最新开花周期哦。那在这2年的养护之下，它有多长了2扇叶子。那其实这一株兰花它是有续花性的。那据我网络上面的调查，有人曾经说到它这一个花梗能够保持到2年之久，然后在这2年当中一直从同样的花梗前面尖端去延伸开花，所以这种兰花我觉得投资报酬率就比较高哦。如果有续花性，然后它又能够一直持续的来花是就不错的一个收藏品。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株型不是很大，虽然拖鞋兰一般来说是都没有香味，我还没有遇过有香味的拖鞋兰，但是呢它的这个颜色呢是我蛮喜欢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很明显的这些脉络上面的条纹，再加上它的斑点。那这边的照片片段呢，就是它这一朵花其实有点长歪因为它的花梗倾斜的样子，所以它这整个花有点就是变成垂直在生长。不过呢，你等一下会看到，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其实它慢慢的还是会调整。大自然就是这么的奇妙，很多植物它有活性，它就自己会找到出路。像这边呢，因为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的适应调整，其实它也逐渐的改变了它的这个花朵的方向。我给它的肥料一样是25%，也就是1/4的浓度而已薄肥。那也是每一周给水的时候呢，这水里面就调好那样子25%的肥料浓度。那月底的时候呢，用清水浸泡，然后冲洗。那这株兰花是摆在比较下层一点的架子上面所以它的这个
光源呢是属于中度的光而已哦，不是像在窗边或是比较上面一点架子上面的那种接触到的光源那么多。那原因是因为拖鞋兰呢，在野外的话，其实它是都长在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有时候是在树的下面，那一天的光照可能也就几个小时，是属于中度、中弱的这种光源就行了。所以我就是比照那样子，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在兰花架子上面比较低阶层。现在是因为我要照相跟做影片，所以我把它拿到上面来，否则它是在架子上面的最下面一层，那它的也是稍微远离生长灯的部分。那这边呢是它的另外一个花梗长出来的另外一朵花。它们两个花开完之后呢，没有续花，因为毕竟这株兰花还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要等到它再大一点之后，它的花梗才有可能会保留下来，然后续花。介质的部分呢，我是用了树皮、水草剪碎之后的水草混合，然后再加上一点那个牡蛎或青稞的碎片这个在很多就是花圃、苗圃都买得到的那主要是增加钙质。然后我里面还有加了几颗的缓释肥，那种缓释肥大概就是平均能够慢慢释放肥料，大概持续半年左右，4到6个月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加了几颗，大概10来颗吧，就丢在中上层的部分。那如果你给水的时候呢，从上往下，它有时候就会带到一点这些缓释肥到中下层的这个容器介质里面。我当初本来要用一个比较浅的容器来种这株兰花，因为它的个体还算是偏年轻偏小，但是又碍于说它其实比较喜欢湿润一点的环境，根系比较需要湿润，因为它根系只要一干它这兰花整个生长就会停滞，所以我就还是选择一般的这种18盎司的杯子，那它比较高所以它中下部分的这个水分残留会稍微久一点。那这又为什么？就是说通风一定要好，然后你的控水上面你要去尝试它到底1/4杯的水量是不是能够在1周之后就能够几乎到干不用让它完全干。拖鞋兰呢，你不能让它完全干，所以你的水量呢就要斟酌，看你的环境、容器大小还有介质的不同你要去斟酌一下水量。那以这颗来说呢，我的环境上1/4杯是相当 OK 的水量。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